新加坡的 AI 算力即将面临史无前例的断电危机。你以为我们在这一波人工智能浪潮里缺的是英伟达最新款的 H100 芯片，还是缺那些年薪100万的顶尖算法工程师？都不是。我们现在最缺的是支撑所有科技发展的终极命脉，也就是绿电。就在前几天，黄循财总理紧急致电越南新任总理，大家千万别以为这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外交客套，或者仅仅是发个贺电那么简单。这其实是去给新加坡未来的数码经济找续命药。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都在疯狂搞人工智能，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训练这些 AI 大模型完全就是一台台深渊级别的碎钞机和吞电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为什么一通短短的跨国电话能够牵扯出东南亚乃至全球这么庞大的一盘科技与能源布局？新闻越短，事情越大。黄总理的贺电里面把再生能源和数码科技这8个字死死绑在一起，这绝对是字字千金，背后藏着极深的战略焦虑。大家可能不知道，新加坡作为全亚洲的科技大脑，汇聚了谷歌、微软、亚马逊这些巨头，但同时我们也是一个超级耗电的怪物。我们全岛的数据中心耗电量已经狂飙到了全国总用电量的 7%， 而且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这个数字还在以极其恐怖的速度一直往上涨。你们知道在热带国家搞数据中心有多费电吗？为了不让那些昂贵的服务器因为高温而宕机，我们需要消耗海量的电力去维持冷却系统。前几年政府就是因为碳排放的压力实在太大，电网负荷快要到极限了，甚至被逼到直接暂停批准新建任何数据中心，长达几年的禁令啊，这在科技圈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可是现在 AI 狂潮席卷全球，算力就是国力。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电力去支撑算力，那些跨国科技巨头绝对不会跟你讲什么感情，他们分分钟就会把服务器和几百亿的投资直接搬去隔壁马来西亚的柔佛新山，或者是印尼的巴旦岛。大家看看现在新山的数据中心建得多疯狂就知道了。面对这种被掏空的危机，我们本土1没风力，2没水力，土地面积小得可怜，就算把全岛所有的屋顶都铺满太阳能板，也远远填不饱 AI 算力这个无底洞。到底该怎么办？黄总理的眼光非常毒辣，直接跨过周边国家，盯上了拥有3200多公里漫长海岸线的越南。越南南部的风速和前海地形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是整个东南亚发展海上风电最完美的黄金地段。所以这通电话绝对不是简单的寒暄问好，而是一场关乎新加坡科技命脉的生死找电之旅。大家想一想，如果数据中心真的因为缺电而停摆，外资撤离，我们引以为傲的智慧国愿景还能怎么往下走？所以我们必须向外看，而且要看得足够远。那么最硬核的问题来了，就算越南有无限的海风和取之不尽的绿电，隔着那么远的大海和复杂的领土海域，我们要怎么把这些电运回新加坡？总不能造一堆超级大船，装满锂电池，天天在海上运过来吧？刚才说了，电怎么运？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疯狂，甚至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的超级工程，也就是跨国海底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英文简称 HVDC。 根据新加坡能源市场局的宏大计划，到2035年我们要进口高达4000兆瓦的低碳电力。4000兆瓦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全岛1/3的用电需求，能够点亮几百万个家庭，或者支撑起几十个超级 AI 数据中心全天候满负荷运转，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其中最硬核的一笔操作，就是新加坡本土的巨头盛科工业联合越南的 PTSC 公司直接拿下的海上风电大单。大家可以在脑海里想象一下这个震撼的画面，在越南南部狂风呼啸的海面上，矗立着一片一望无际的巨大风力发电机阵列，每一根叶片都有一架客机那么长。他们把强劲的海风转化成源源不断的电能，接着这些电能会通过一条长达1000多公里，比成年人大腿还要粗的海底电缆，直接穿越南中国海，一路拉到我们大势港的电网里。要在深海里铺设这么长的电缆，工程难度简直突破天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极其恐怖的电力损耗问题。大家都知道，距离越远，交流电在传输过程中的流失就越严重，所以必须用上目前最顶尖的 HVDC 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把电压升到几十万伏特，才能把电能稳稳地锁住，一路送到新加坡。其次，南中国海的海底地形复杂的超乎想象，有尖锐的暗礁，有深不见底的海沟，不仅要穿过极其敏感的专属经济区，还要避开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航道上那些巨轮抛下的沉重船锚。铺设团队不仅要精准避开这些危险区域，还要面对深海高压、海水腐蚀和强劲洋流的双重考验。
这背后需要极其庞大的海洋数据建模以及人工智能系统的实时路线调度，这绝对不是随便找艘工程船扔几根管子就能搞定的事情。跨国拉电缆最难的到底是技术挑战、庞大的资金压力，还是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大家可以把你的想法打在公屏上一起讨论。其实这不仅仅是花钱买电那么简单，这分明是新加坡在向全世界狂秀我们的硬核科技肌肉以及超大型基建的跨国统筹调度能力。当我们把这条1000公里的海底大动脉彻底打通之后，新加坡的那些超级数据中心就有了源源不断的绿色血液，再也不用担心因为碳排放超标而被拉闸限电了。科技巨头们也会更加安心地把最核心的算力留在新加坡。但是如果你以为这笔跨国交易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电的传统买卖，那就太小看我们政府的战略眼光了。买电的背后其实还藏着一个更高级的金融和科技玩法，这才是真正的高手过招，也是新加坡能够立足亚洲的最强护城河。如果你觉得新加坡只是一个拿钱砸越南买电的土豪，那就真的太低估我们在科技和金融领域的战略眼光了。越南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漫长海岸线和无限的风能资源，但他们目前面临着巨大的痛点。他们非常缺乏先进的智能电网建设经验，现有的电网根本承受不住风电这种看天吃饭、忽大忽小的能源冲击。他们也缺乏高效的数码化管理系统，更缺乏国际认可的绿色金融认证标准。而这些高技术壁垒的领域，恰恰是新加坡在全亚洲最擅长的强项。我们不仅是在花钱买电，我们更是在通过巴黎协定第6条的框架，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获取极其珍贵的碳信用。我们在本地大力发展像气候影响力 X， 也就是 CIX 这样的国际碳交易平台，把越南那些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减碳指标，经过严格的审计和认证，直接转化成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交易的真金白银。作为整个交易的交换条件，新加坡会把我们最顶尖的人工智能电网调度技术、高效的数码贸易标准以及成熟的数码金融系统一整套打包输出给越南。这就等于我们在用新加坡强大的数码科技实力，帮助越南把自然界的海风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帮他们完成产业升级。紧接着，越南再把生产出来的清洁绿电源源不断地跨海送回新加坡，喂饱我们那些极度耗电的 AI 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机。什么叫做真正的双赢局面？这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跨国科技与经济合作模式。我们向外输出的是行业标准、核心技术和金融规则，换回来的是宝贵的绿色能源、碳排放额度以及未来10年的高科技发展空间。通过这种深度的技术与能源绑定，新加坡不仅完美解决了自身 AI 发展面临的碳排放危机，还顺便彻底巩固了我们在东南亚地区作为数码经济枢纽和绿色金融中心的双重霸主地位，让周边国家离不开我们的技术和金融网络。这种极其聪明的操作，真的让人不得不佩服政府的前瞻性。在人工智能算力直接决定未来国运的今天，新加坡作为一个在地图上都需要放大才能看到的小红点，我们没土地、没腹地，也没天然资源，但我们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在巨头博弈中突围的绝招，就是懂得怎么借东风，懂得用规则和技术去撬动区域资源。黄总理的这通电话不仅是锁死了越南的绿电供应，更是提前锁定了新加坡未来10年在亚太地区数码经济霸主的地位。这不仅决定了那些顶尖科技巨头会不会继续留在新加坡投资，更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的饭碗、薪资水平和高价值的工作机会。这里是专属新加坡科技浪潮的前哨观察者，我们会持续为你翻译枯燥新闻背后最硬核的科技与商业逻辑。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干货满满，听得过瘾，请马上点击订阅和点赞，你的支持是我持续硬核输出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